13日，话题河南原则上不再保留科级事业单位冲上了微博热搜。该案例提到，省直层面除学校、医院外，按照531比例进行精简，即事业机构按不低于50%精简，事业编制按不低于30%精简，其中财政拨款事业编制精简比例不低于10%。原则上不再保留科级和事业编制16名以下的事业单位。剧情的高潮来得太快，公布的方案直接点名要原则上不再保留科级事业单位，一时间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，不少人啧啧称奇，这不是动了体制内根深蒂固的奶酪吗？此次事业单位改革无疑是对现有体制的一次深刻调整，通过精简机构和编制，优化资源配置，可以提高事业单位的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。同时，对于科级干部和小型事业单位来说，这也将是一次重要的转型和发展机遇。在当前背景下，各地事业单位改革面临共同的现实背景，如地方财政压力加大等，所以降低财政负担，习惯过紧日子。再大的困难除以14亿都会变得微不足道。多项经济数据显示，在2024年初短暂回升后，中国对外出口3月份大幅下滑。中国经济目前不仅遭遇内需不足、通缩等风险，还要应对倾销过剩产能可能引起的国际市场贸易壁垒，内需疲软，外贸不佳。中国今年的经济前景不容乐观。据中国海关总署本周五4月12日公布的最新数据，中国3月份出口同比下降 7.5%， 进口下降 1.9%， 贸易顺差为585.5亿美元。3项数据全线低于美国《华尔街日报》早前相关调查的预期。外界注意到，中国经济在疫情结束后并未实现成功转型，而是重新依赖以外贸出口带动相关产业的传统模式。今年1至2月，中国出口实现连续3个月正增长，进口也连续2个月增加，但3月份的数据逆转了增长趋势，且出口额创下自去年8月以来的最大跌幅。华尔街日报指出，上述悲观的贸易数据，加之居民消费通胀大幅回落，为中国经济复苏蒙上了一层阴影。目前，中国政府不仅要承受房地产行业长期低迷和消费者支出受益的压力，还要应对制造业产能过剩而加剧的海外贸易紧张局势。路透社援引凯投宏观 Capital Economics 的分析指出，尽管中国3月出口额降幅超过市场预期，但出口量仍创历史新高，这显示在内需持续疲软的情况下，中国出口商将继续大幅降价以维持销售。这一分析似乎向各国市场发出了警告。旅美经济学者、民间机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恒清也指出，出口比例大跌但总量创新高，表明中国对世界市场的低价倾销策略仍在继续。他说，单价降了，其他的费用降了，这样就可以有更多的总额度，但实际上利润少了，尤其是服务出口，所以对中国经济没有什么实质性帮助。有鉴于支撑中国经济的另一支柱产业房地产面临金融危机，以及青年失业率高企等社会压力，中国政府近年重走寄希望于加大出口以刺激经济复苏的老路。然而，美国财长耶伦 Janet Yellen 日前指出，中国以低价倾销过剩产能对全球市场价格造成巨大冲击，并敦促北京转向刺激内需。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商学院教授谢田分析指出，中国低价倾销全球市场恐加剧国际贸易紧张局势，从而引起被倾销国针对中国进口商品的贸易壁垒。他说，中共现在大力补贴电动车产业，实际上是在转移过剩产能，也转移失业。现在欧盟和美国都在封杀中国的电动车，未来几个月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挑战。谢田还指出，中国电动汽车产业作为官方力推的新质生产力的新3驾马车之一，如果因为政府补贴和低价倾销问题而触发外部市场高额关税，
那么，所谓弯道超车的新能源产业能否拉动中国经济复苏，则显然有待观望。经济学人智库经济学家徐天辰向路透社表示，出口价格大跌将拖累中国全年国民生产总值 GDP。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。近日，有消息称万科高管被集体编控，引发市场广泛关注。万科是中国房地产行业龙头企业，其高管被编控的消息被视为中国房地产企业困境加剧的又一信号。此前，平安信托暴雷事件已经引发了市场对信托产品违约风险的担忧，而随着光大、五矿、中融信托等信托机构也被曝面临流动性问题，市场担忧情绪进一步加剧。信托产品是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重要融资渠道之一。由于信托产品投资集中在房地产项目上，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对信托行业造成了重大冲击。许多信托机构的资金被冻结在房地产项目中，无法正常兑付投资者本息，导致违约事件频发。中国房地产市场自2021年下半年以来持续低迷，房价下跌，成交量萎缩，企业利润下降，债务风险攀升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国房地产企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。有分析认为，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可能会对中国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。2024年，中国金融市场可能会出现大幅波动，甚至出现局部金融危机。好啦，小伙伴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分享您的看法。我们下期再见。下铺满了半边天，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，一个老汉，一个青年呐。